欢迎回来 ManTV， 我是 Lemon。那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我上一部 X50的影片支持哦。那上一部影片突破了一个2万的 view 跟一个400多的赞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，我真的出乎意料，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的大的反应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呢，会延续一下我还没有提到的优点跟缺点呢，再说明一些我本人在用这的一些方式给你们大家啦。那我上一部影片提出的问题呢，已经有网友呢给我一个answer了啦，那些answer我也会放在这边给你们知道一下到底要怎样解决。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影片吧。OK， 那第一个优点呢，我个人认为，我觉得是这一个啦。那它这辆车呢，它的这个车顶的地方其实是黑色的内饰啦。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压迫感的感觉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因为我本人是喜欢黑色的，那它给我的感觉是满满的安全感。OK，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啦。有些人觉得他会喜欢，有些人觉得不喜欢。那刚好这个黑色呢是配得到我的啦。那我个人是觉得，很赞。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优点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。它的空间呢，其实可以容纳2个最大型的你想要塞进。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这是我的后备箱啦。那它可以放下一个最大塞进的，可以放一个，中间陷在这边，我们可以再放多一个。这边其实还都有点多余的空间，我可以塞多一个东西下去，这样子。所以空间感其实是满满的。那它整个空间是这个样，它上面还可以再放一些东西的，就是一个板可以隔着这样子咯。不要的话可以拆掉。其实它下面还有配备了一个后备轮胎，所以说呢，它后面的空间其实是蛮大的。对于我来说，一般的用户啦，其实也没有装什么东西的话，其实是蛮够用一下的。那我们看下一个吧。再来，其实还有一个算是优点啦，它其实是有一个可以选择性安装的一个 Auto Boot。那我本人是没有安装的，就是按一个按钮，它 Auto 会开上来，按一个 button 的话，它就会降下去，自动开关 Auto Boot。可是我看到有一观众呢，他留言说，这个 Auto Boot 其实他装了之后有发现一点问题，它不会开关，进出那个厂很多次，这样子也会变成一个麻烦啦。那这个算优点还是缺点，就看你们自己咯。那这个选项呢，其实是在你出车之前要给他们购买的一个配套啦。那我听说好像是3000多块吧，装这个 Auto Boot， 装了是蛮方便，可是就是希望它不要坏掉吧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后背的空间到底有几宽哦。那我本人是180呢，我坐进来，我的这个 driver seat 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安全的空间的啦，就已经推到一个刚刚好的空间，是舒服的。那 driver 是舒服的情况下，那我坐起来，我的空间角其实还有一个空间的，你看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间。那其实空间是蛮充足的。那这边呢，最多可以坐3个人，坐4个人就真的蛮挤了。那我是不建议坐4个人啦 ，OK？ 那后座呢，其实这个中间系啦，你拉下来哈，它就会有一个放水壶的地方，这个我觉得是很赞的一个设计啦。那平常你要放水壶啊，买了奶茶什么，没有地方放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一个给你舒服放东西的地方，我是觉得很赞啊。那每一辆车基本上都有，我只是随便介绍给你们听一下，有这个放杯子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功能呢，平常你是不会用到啦，不过你应该是需要知道的一个功能。那我们打开这个 Atlas 的 Apps 呢，我们打开到这个 Vehicle 的界面，然后我们往下滑，你会看到一个 Map Service， 我们点开它。那我们看到这个 Map Service 之后呢，你看一下你的右边右边有2个点点，一个点是一个圆心点，一个点呢在它下面是有一个车的形状的。我们点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车的位置就会出现在那边啦。那你们出现了一定是你车子的位置啦。那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在你有需要用到的时候，应该会派上用场的。你就会找到你的车在什么地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大的优点啦，为科技鼓掌啦！ OK，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它的缺点啦。那今天缺点的第一位呢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的后座还要收纳之前，先把这个放下来。我们会把它放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收纳。那你会发现它这个车有一个问题啊，它收纳下不完会造成什么问题？你收纳的东西的时候啊，它空间就少掉一个部分啦，它会往上走。那一些车子可以完全的平躺下来，那它的东西就可以塞纳更多东西。
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缺点啦。那它给平躺的话，其实可以做的东西是蛮多的。那它这个完全下不完哦，我觉得会对一些需要收纳空间多的人呢，会有一个困扰啦。那我们回到车上再来看一个东西，这个缺点呢，其实大部分人都有经历过或者是听说过吧，那就是这个，它的门把，听说有人就是这样子一拉断去，你看一下这个照片。那我觉得他们断去的可能性呢，就是在你锁车的情况下哦，你硬拉这个，可能硬拉或者动作不协调还是怎样子哦，可能造成它中间的断裂了。避免去硬的拉它，减少这个坏掉的可能性。它其实蛮脆弱的，你看一下，其实它就是一个 plastic 这样子的东西。那好好爱护你们的门吧。OK， 接下来这个缺点呢，我觉得是我个人每一次都会遇到的问题。那我看我拿这个卡是干嘛？还多的钱嘛。那我们按下车窗，手伸出去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手卡在这个门这边。它车窗设计啊，真的是西北的高。然后，假如有下雨天哦，你下了车窗，这边会有点水渍嘛，你手伸出去，100% guarantee 你的手一定是湿掉的。OK， 这个设计，谁可以告诉我，设计这样高干嘛？我手根本每次伸出去都卡住哦。那我们最后一个缺点啦，那你们听听看一下这辆车的平常待机状态，它的一个引擎声。我不懂它收录得到吗？它就会有一个蛮大的噪音。其实老实说，平常也是有点顶不顺。那没办法，这辆车还是很好驾。OK， 那就是一个需要自己习惯的一个缺点啦。OK， 那这个环节呢，就是回答上一部 X50影片呢，我说了一些缺点啦。那已经有网友呢帮我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，那我这边也会回答大家，然后你们也不用去找那些问题的一些留言啦，我这边直接解释给你们听一下，然后你们直接去找就行了。第一个网友问，车的引擎会有问题吗？传闻说会有很多毛病。那其中一个网友呢，他回复的是，他用了这辆车1年，跑了14000 km 都没有问题，那真的是很 lucky。那下一个网友呢，他回答就是他出车过后遇到2次车窗问题，那这个车窗问题就变成是一个常态啦，因为不只是我遇到，连我的网友都会遇到，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突发情况拍给你们看一下，那就是我的窗口它又失灵了。然后关于我们车嘛，就是踩油的时候、进油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 lag 这样子的感觉，卡卡的嘛。那这位网友呢，叫做 Treason 微冲4510，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。他是说这个 X50算是一个 turbo lag 啦。那如果要改善这个东西呢，需要装一个叫 pedal booster 的东西，或者叫 pedal box， 或者是 jack booster 啦。我目前还没去做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提供不到任何的方法给你们。那我只能提供这些名字给你们啦，你们可以去问问一下。OK， 关于我说到一个缺点，就是那个助手完全关不到，对不对 ？Proton 助手。那这个问题有一个网友帮我解答了，那就是 X50是不能够关掉这个助手的，它只能 X70的车子才能关掉。头痛，我天天都会被它自动回答吓到，你懂吗？就是开车开到一半，可能讲话还是什么，没有讲话它也跳。不讲话他也跳，我快疯掉，搞到。还有一个叫 Troll Brian 的朋友呢，他说身高较长的朋友不合适。那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是合适的，只是稍微调一下那个椅子，推到你适合的一个 point 就行了。那后座完全是不会有问题的。今天的影片我有解释了，是可以的，180以上都可以，还有一个拳头的距离。那一个朋友叫呢 BBB 余味的6849呢。那他说这个 X70 他驾了4年，他觉得 X70 的包覆感还有舒适性比 X50 好。那我觉得是一定的啦 ，X70 算是一个比 X50 还要 high spec 的一辆车。那任何东西我觉得都需要有一个提升啦。那我觉得 X70 应该是蛮好做的。我找机会有朋友的话，我想体验一下 X70 的那个包覆感。OK， 微星蛋7313这位网友呢说。Camera 蜘蛛啊，我的 Civic EH EV 最大的缺点就是 Camera。那我觉得 Camera 应该大部分车都是一个带点萌萌的吧。我真的希望这些厂商呢，提供我们一些比较高清的后置摄像头吧。我真的很期望有一个后置摄像头，就是清楚的。那还有一个网友问呢，他说80块可以打满油，马来西亚的油这么便宜吗？羡慕哭了。那我认为是马来西亚打油是真的便宜啊，因为有一个津贴嘛。
那对于其他国家来说，我看过其他国家的油费好像真的是蛮贵一下的。那身为马来西亚人，我是觉得很幸福啦，车的油钱真的是蛮省一下的。我这辆车真吃油啊！左右行呢这个问题，其实自己熟悉一下就行了啦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这只是我一个突然间换车之后有了一个不适感，所以就是跟你们说一下会有这个问题，你们要去熟悉这感觉，久了你们就会觉得右边行呢、左边行呢其实都一样用的，只是不要乱就好。大部分网友说呢，风顺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大问题啦，是解决不了的。那你们真的只能习惯就好了 ，OK。那这边有个网友呢叫 Chora Kun 的7697，他说我比你还要衰，买了新车第2个月啊，车窗口就跟我一样的问题，最严重是什么？第2天就坏掉东西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比较衰啊！你3个月回厂维修6次，我真的辛苦你了，网友，你好像买到一个车王啊！新车的功能越来越多，它坏掉的可能性的几率就越来越大，有利也有弊啦。利就是你可以用到很多新的function，很多新的科技；弊你就是要承受一些可能突然间坏掉的功能。那有一个网友问我，这个 Atlas 的 apps 呢，可不可以用在其他 Proton 的其他车型？那我这边回答就是不能的。这个 apps 呢，只能用在 X50、X70，还有未来那个 X90好像是可以的，X90应该也是可以用的。OK，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Big Papa 的1472的网友呢，他说 AutoStart 的车容易被 hack 啊。那其实这个好像是一个隐患来的。我也有听说这些新款的车子呢，只是用遥控钥匙的车，容易被人家 hack 进去。这个我发现还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啦。那我们就尽量的加装什么 lock 都给它装上去，保险一点。然后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啦。这个东西，如果有任何解决方案的朋友们呢，帮我写下留言房吧。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。那这一部影片呢，涵盖了上一部影片我还没有提到的一些优点跟缺点啦。这一部影片完全补充了这些东西，然后也回答了一些网友呢提出了解决方案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